这是一辆 M3， 车尾的3杠 M 标是性能车的代表，是速度的符号。本期视频的主题却是一台和这个 M 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性能机器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科技，我是张振林。刚才呢，我们说的那一台性能机器呢，此时就在我的手里了。这一台传奇版的 iQOO Pro 是我把玩过这些安卓旗舰里比较有个性的。经典的3色条纹将手机赋予跑车灵魂，配以良品率仅有1/3的纯白素皮。与现在常见的玻璃机身相比，这种皮革质感给人的感觉很亲切，又很有温度。既然声耳强悍，那其内部结构呢是否精湛？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第一步，取出卡托，双卡设计，并设有防尘防水胶圈。关机后，对背部进行加热。平刀口从底部卡入，向上挑起一点缝隙后，再卡入拆机片，沿四周划开。相对应线头、NFC 线圈、电池小板、电芯的位置呢，都设有缓冲泡面，就连外圈固定后盖的胶都带有一定厚度的缓冲泡面。后盖本身也具有较强的韧性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机器的抗跌落性能。内部表面几乎是全黑配色，清爽整洁，常规3段式结构设计。上下盖板2张散热膜呢向内延伸，正好将电池完全覆盖。揭开散热膜后，双电芯清晰可见，而且电池的占比几乎超过了内部空间的50%以上。拧下顶部盖板的螺丝，取下盖板，上面集成了 NFC 线圈，断开电池、屏幕排线和表面的3条同轴信号线。主板还有2颗大螺丝单独固定。拧下后，先取下天线固定槽，再断开副板连接排线，即可取下主板。调开主摄、管脚、长胶和前摄排扣，主摄和管脚固定在同一个防滚架上，长胶呢则是独立的。详细参数请看图。但由于超大底的主摄和60倍潜望式长胶的体积，也不得不将主板相对应的位置镂空。为了更好的利用空间，同样也采用了焊接堆叠的双层主板设计。主摄、管脚、前摄和屏幕内连座均设有黑色缓冲泡棉，而副板、长胶和电池座采用的是红色密封胶圈。背面屏蔽罩上贴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，上面呢还有独特的蓝色硅脂。主板所有坐着的维修参数呢，请看图。风枪300度10秒钟就可将双层主板轻松分离。这个温度、这个时间经常看我们维修的小伙伴呢，应该了解。为了降低中层的焊接风险呢，中层的锡应该跟苹果一样，采用的是低温锡。内部主要是4个电源、1个充电芯片和1个功放供电芯片。继续拆听筒，由于加入了立体扬声器听筒自然不会小。拧下底部盖板的螺丝，取下盖板，扬声器与盖板一体，外圈设有缓冲泡面。对应的外框口还加了红色的密封胶圈。断开充电排扣、指纹排扣、屏幕排扣、副板连接排扣，再拧下1颗固定螺丝即可取下副板。副板上集成了卡槽、附送话和 Type-C 接口。停下指纹还是短焦像头，撕开2侧电池的易拉胶，向上拉即可取下电池。易拉胶呢稍微有点紧，需要用点力。由于单块电芯的面积不大，取下的电池没有一点变形。电池的整体容量为4000毫安，搭载6C 高倍充电芯片，并引入创新的阵列式极耳结构，通过串联降压的原理，将10伏12安转化为2个5伏12安，并最终实现15分钟充至100%。X 轴线性马达上面覆盖了一层缓冲泡棉，通过胶固定至中框，
它虽然很大啊，但由于它本身的颜色和中框相近，再加上之前被显示延长排线盖住，导致我差点就把它忽略了。翻过来对屏幕加热，频道口从听筒位置的缝隙向上挑，卡入拆机片，沿边向下滑，四边的胶呢非常的紧，几乎能贴到的位置呢都贴了胶。屏幕下方是一整块石墨贴纸，撕开后可以看到一长条均热板，主板通过铜箔硅脂从背面将热量导至均热板，中框再向外扩散，散热呢完全不用担心。最后在单板开机测试一下屏幕，开机正常，显示和触摸呢也都没有问题。手机呢已经拆完了，从主板来看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安卓机型都采用了双层主板的设计，这也可能会成为手机制造业的一大趋势。那对于以后的手机维修行业来说呢，完美的合成技术既是核心也是基础。回过头来看以往 iQOO 的产品不论在设计还是宣传上，给人的印象呢都略偏向于游戏手机。作为旗下的首款曲面屏机型这次融合了汽车元素的 iQOO 5 Pro 确实给人不小的改观。而且 iQOO 应该是结合了很多消费者的建议并没有盲目跟风在项头上堆料，而是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对电池进行了升级，做到了15分钟就能将电池完全充满。也因此iQOO 5 Pro 并没有加入无线充电纯粹的说呢，这已经不需要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